台海一战火炮较量，美国 M109A8对中国大陆的 PLZ-05，对台湾的 M109A5，自走炮大比拼。一旦开战，台湾的炮兵该如何应对？谈军说事，军武透视，在军事面前卖搞啊整笑。我是施孝伟，每周一晚上8点，欢迎收看施孝伟的军武大观。也请荧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为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小铃铛。最重要，刚我们抖内一下了哈。美中之间的自走火炮啊，他们之间彼此这个需求有什么不一样？其实现在哈，那个自走炮的这个主流呢，是属于这个155公里的这样一个主力火炮。那解放军现在的这个主要的自走炮其实有2款，包含122公里的 PLZ-07，还有呢，另外有一种哈155公里的自走榴炮啊，叫 PLZ-05。那 PLZ-07跟05，它最大的差距其实在它的这个火炮的口径上啊，07好是122公里这种口径的火炮是传统2系的这样一个火炮，那05呢是跟到西方系统的这样一个155公里的这个火炮。那至于解放军，其实啊跟美军来相比，解放军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更重视啊这样一个火炮的这样一个军队。为什么呢？因为啊解放军的这个陆军，它整个开展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受到苏联陆军的影响，也就是红军啊影响非常的大。红军在作战的时候，其实相当程度的倚仗这个所谓的炮兵，也就是它属于这个炮兵至上主义。那过去在二战的时候，对德军发动攻势之前呢，俄军一定会将它所有的各种火炮，加上呢他们最有名的卡秋莎火箭炮，对德军阵地进行一阵猛轰洗地之后，俄军的部队才会开始前进。那同样的，共军在这个1949年这个建政以后，共军的这个陆上部队的建设的规模，基本上也是完全跟随着这个红军的这个建制在走。所以苏联的红军重视炮兵，那解放军的部队呢，同样的也重视炮兵。那解放军的这个炮兵呢，从过去由大量的这种牵引炮，一直到后来开发了这种各式的这种自走炮。那在近代呢，对于解放军来说，相当重要的2款自走炮呢，就是 PLZ-05 155公里自走炮，跟 PLZ-07 122公里自走炮，这2种不同的这个自走炮。那基本上来说，以这个 PLZ-05 来讲，它在2005年开始服役以后呢，基本上只有一个次型，也就是 PLZ-05B 型。那这款车呢，其实在解放军的这种自走炮车的这个车架上，它其实呢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它的路轮或者说着地轮呢，从过去的6对增加了1对到7对。因此这款 PLZ-05 它的车身跟过去的解放军一系列，也就是底盘来说的话，它要更长。当然，其实更长的优势呢在哪里？就是在这种火炮进行射击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接地面积更大，把炮弹发射出去的这个压力呢会更平均的分散到这个地上也就是对整体的这个车架等等它的负担相对来说是更小的。那这种解放军155公里的这个自走炮，它之所以要开发，其实很大一个因素也还是走上这种国际化，也就是说你要能够跟随到国际的主要规格。那这个时候其实对未来解放军如果它甚至要外销这种 PLZ-05 这样一个火炮的话，相对来说它也会比较更容易。像你看现在在俄乌冲突里面来说，俄罗斯的这种自走炮它就是152公里的，但是呢乌克兰的这个部队已经大量的开始接收来自于西方的155公里的这种火炮，不管是自走流或是轮走流的这样一个支援，让这个乌克兰的军队在自走炮上面来说，其实相对来说国际化。国际化的优势在哪里呢？也就是说，如果世界各国需要这个提供炮弹的话，相对来讲，从世界各国能够获得有效的炮弹，它的阻力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小。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说，由于它的这个自走炮的这个口径是152公里，它非常的特别，它比155公里呢要小了这个3公里。那也因为小了这个3公里呢，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它要能够获得自己从它俄罗斯国境本土以外获得到这个最大的炮弹支援的话，那目前我们看到北韩就是支援它火炮弹药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为什么？因为北韩的这个人民军，他们也拥有大量的这个2系的152公里的这个火炮。那这种火炮的炮弹呢，就可以直接在俄乌冲突的前线中支援俄罗斯的这个部队。所以你看，现在俄罗斯跟北韩的关系走那么近，越走越好。很大一个原因呢，就是俄罗斯的巨大的军需补给呢，就来自于北韩。北韩供应了俄罗斯的部队
大量的152公里的这个炮弹。那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前线呢，乌克兰它虽然已经用了国际化的155公里，但是也还是发生了这种所谓的缺炮弹的这种情况。因为其实以世界各国来说，它必须要维持自己的安全储量，在自己的安全储量之上的这个量呢，才能够拿来提供给乌克兰。再加上那个舟车劳顿运输上面来说，并不是那么的容易。所以我们也看到，虽然说乌克兰的这个火炮的炮弹呢，已经走向了国际化但是呢，相对来说，它的目前的货补反而跟俄罗斯应对起来，好像感觉比较不容易。那当然了。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这个自走炮，他们在作战这个差异上在哪边呢？比较大的差异其实来自于就是所谓的炮兵资讯化作战。以像这个我们国军拥有的 M109A5，跟原本美军同意出售的 M109A6相比的话，差异在哪边呢？差异就在这个炮兵的资讯化系统上。这个炮兵资讯化系统基本上是纳入整个这个战情资讯系统里面的一部分，它呢可以借由整体的这个战情资讯系统，告诉你这个 M109A6的操作单位。敌军有哪些？从哪个方位过来？数量有多少？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炮兵的这个炮车呢，就可以依照你的威胁来源去协调进行火力的这样一个射击。比如说 A 炮车你呢可以负责射击哪几个方位，而且呢进行几发的这样一个射击。同样的 B 炮车、C 炮车、D 炮车不管你是炮车班，或是班上面的排上面的连到上面的营，都可以借由这一套的这个炮兵战场资讯系统来律定每一辆炮车它所需要射击的这个方位角跟它的这个所有这个射击解算的数据，透过这样一个资料链快速传达给单位里面每一辆的这个炮车，每一辆炮车在接收到这样的一个战情资讯系统传来的射击的讯息之后，可以在同时间不同的方位角对目标进行一次非常精准的集火射击。那像现在这个西方他们也有类似像神箭炮弹这种精准导引炮弹，这种精准导引炮弹，他们在战场上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可以透过精准导引系统，让这枚炮弹从发射出去以后，类似像战机发射这种射后不理的这个飞弹，发射以后，然后这个炮弹可以经由导引系统，然后将这门炮弹精准的导引到你要攻击的目标之上。因为以炮兵来说，俄罗斯这种大炮兵的集团作战呢，它利用数量庞大的152公里的这样一个火炮，对敌军的前线进行这样洗地作战之后呢，部队在跟随着部队洗地的过程呢往前匍匐前进。但是如果说今天你的炮弹换成类似像这种神箭炮弹，再搭配上这种炮兵的射击资讯系统，你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炮弹，你就可以把每一枚炮弹精准的击中到你所需要攻击的这个目标上，让你的这个炮弹的数量相对来说变少，而且呢，对区域周遭这种所谓的附带损害也可以减小。但是呢，对于你的这个任务达成率却可以大幅提升。那中国大陆它现在其实它新的 PLZ-05这种自走火炮，它同样的也开始重视这种所谓的战场战形资讯系统，也就是说，它也可以透过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战场炮兵火炮资讯系统呢，对这个火炮进行任务的这样一个分配。那这种这个战场火炮这个资讯系统，对美军来说，美军的这个战场资讯火炮系统不仅仅是只用于接战而已，甚至于接战之后你每一个炮班或每一个炮排，它能够在这个战术位置上发射几枚炮弹之后呢，就要预防对方的反炮兵的这个炮击，或是反制攻击。他在攻击之后呢，在最短的时间要解算出对方的这个威胁来源，然后迅速的让己方的火炮车辆呢迅速的退场，而且呢变换射击位置，然后呢才能进行下一轮的这个炮击。这种也是战场炮兵资讯系统所要提供给自走炮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战情资讯。那同样的，我们刚刚讲到，解放军现在也开始有了这类的这个资讯系统，但是它的资讯系统目前跟西方的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由于解放军并没有实际的在对外的这个武器销售上实际的展示出或者是在战场上展示过这种战果，可能正是要在战场上才能够完全见真章了。对我们来讲那我们的 M109A5 这个炮车呢，跟现在美军现役的M109A6，就是美军原本同意要卖给我们的。那当然了，这批 M109A6 这个炮车呢，现在对于美国来说也已经停产了。美国现在是生产的最新的M109
A8型的这个炮车。那 A8炮车跟A6炮车来相比的话，它的炮兵战情资讯系统基本上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呢 ，A6车的这个底盘呢，到了 A8之后呢，就大幅的这个更迭跟更新了。也就是A8的这个炮车拥有更新更好的这样的底盘，让这个炮车在战场上来说能够有更好的这个战场存活率，以及呢在需要的时候有更加的这个阵地转换的这样的能力。因为其实像以现在的这个炮兵作战来讲，包含像 M109A6这样的一个火炮来说，这种自走炮可能1分钟就可以射击多发，但是呢这种1分钟达到射到5到6发的这个速度呢，其实我们刚刚讲，你正在阵地进行接战的时候呢，可能你打到3到4发，你就必须要快速变换阵地，否则就可能敌方的反炮兵的这个射击就来了。那这个时候你呢再进行2到3发的射击，你就要开始包含把这个车的贮储要收回来，车辆门一关，你才能够进行移动。那这时候如果说今天你的底盘以及呢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整备性比A5要更好的话，相对来说你在阵地的这个变换上来讲会有更加的作用。那至于就是说这样的这个自走炮车在台澎防卫作战上来讲，它最大的意义跟价值在哪边？因为像这种自走炮车，它如果搭配这种导引炮弹的话，它的射程可能可以达到30公里上下。也就是说，我们的 M109的这种炮车呢，未来在这个台澎防卫作战里面，它最重要的这个意义跟目的呢，也就是当我们的这个雷霆2000多管火箭进行包含像45、30跟15公里的这个射程反舟波的射击之后，接下来其实就要由109A5或未来的更新的这个炮车来进行接手的这样的攻击。等于说，今天当敌军的部队在登陆前，除了要先被我们的这个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先射一轮之外呢，之后靠近岸边了，那时候在海岸后方甚至于后方远处的这些 M109炮车就要对当面来进行登陆的这个敌军呢，再进行一轮的这个饱和炮击，其实也是一种我们的这个陆军的炮兵在反制敌方攻击的时候呢最有效的这样的运用方式。也就是当敌军的这个登陆部队还没有办法能够顺利的登陆，或是刚接近滩头正在进行抢滩的过程之中，然后由我们的炮兵在战线的后方进行这样一个炮击。因为炮击本身如果说你射击的这个位置非常精准，相对来说你也不需要那么多的这个精准导引炮弹，就可以收到很好的战术效果。那炮弹对于敌方的登陆的战甲车或是装甲运兵车或是其他的各种炮车来说的话，炮弹能对他们所带来的杀伤，相对在价值上来讲也是一个极度不对称。因为炮弹并不贵，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在攻击的时候顺利的瘫痪了敌方的包含这个ZBD-052栖登陆突击车以及呢随着登陆突击车而来的各种的这个登陆舟艇以及后续的这个主战车，那相对来说一颗炮弹你就能够收到一个本小利大的这样一个效果，然后以且战且打的这样一个方式，从那个滩岸后方的掩蔽阵地迅速的更换到著名地附近的这个掩蔽阵地，然后再对可能已经登陆的敌军残部，然后再进行一次火力的这个压制跟攻击，搭配上地面这个战甲车辆的围堵跟截击，才能够让登陆的这个敌军相对来说没有办法进到内陆占领重要的战略目标。我们的 iSmart 施孝瑋的军武大观，为了要能够更大的服务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在 LINE 社群里面也成立了一个 iSmart 施孝瑋的军武大观。而且你加入我们这个群组以后呢，就可以得到军事的第一手的这个资讯分析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订阅、按赞、分享、开小铃铛，谢谢大家。